我今年99岁了。如果你能像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将近1个世纪，你就会获得一种特权，一种哪怕得罪人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真话的特权。我看过太多的兴衰，见过太多聪明人因为一个愚蠢的念头而毁掉一生，也见过资质平平的人因为坚持常识而获得巨大的成功。今天我想和你们聊聊50岁。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观察过无数人在50岁这个关口是如何倒下的。回顾过去，我发现50岁是一个既美好又极其危险的年龄。这就像是物理学中的一个临界点，稍有不慎，之前的积累就会化为乌有。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想彻底毁掉你的人后半生，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答案极其简单，甚至简单的让你不敢相信。你只需要保持你20岁时的贪婪，继续无休止地增加你生活的复杂性。我见过太多50岁的人，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绝对赢家。他们拥有几处房产，手里攥着一堆乱七八糟的股票，名片上印着体面的头衔，通讯录里塞满了所谓的大人物的电话号码。按理说，他们应该感到幸福，应该感到满足，对吧？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种表面的繁荣。我看透了他们的底色，闻到了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焦虑味道。他们比20岁时更脆弱，活像个拙劣的杂技演员，试图同时在空中抛接10几个球。房贷、车贷，子女昂贵的学费，父母日益沉重的医疗费，职场上的明争暗斗，还有那些毫无意义的无效社交，他们不敢停下来，哪怕只有1秒钟。因为只要其中一个球落地，整个生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间崩塌。他们拥有的越多，消耗的精力就越惊人。他们以为那些资产、人脉和头衔是挂在胸前的勋章，但在我看来，那些统统都是拴在脚踝上的沉重锁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犯了一个连物理学大一新生都不会犯的根本性错误。他们不仅在对抗熵增定律，那个宇宙万物倾向于混乱的定律，他们还在主动制造混乱。人生是分阶段的，50岁之前，也就是人生的上半场，游戏规则确实是加法。你像一只勤劳的松鼠，为了过冬，必须拼命往窝里搬运松果。你需要积累教育背景，积累第一桶金，建立初步的人脉网络。在这个阶段，贪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驱动力，但是一旦跨过50岁的门槛，游戏规则就彻底变了。下半场的规则变成了减法，你的精力开始生理性衰退，你的时间开始倒计时。如果你在50岁之后还在试图取悦所有人，还在拼命抓住每一个从眼前飘过的所谓机会，还在试图搞懂每一个新兴的热门概念，你不是在奋斗，你是在慢性自杀。复杂是你最大的敌人，而简单才是最高级的智慧。我见过很多绝顶聪明的人在50岁后破产，他们破产不是因为没钱，也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生活太复杂了。他们有10几个投资账户，管理着几十只股票，还要操心几处出租房的漏水问题。市场一波动，他们就慌了神，麻烦一来，他们就顾此失彼。如果生活太复杂，你就会死得很难看。这是铁律，无论是对管理一家市值1000亿的公司，还是管理你自己的人生，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让我给50岁以上的人一个最重要的建议，绝对不是告诉你去买哪只热门股票，或者怎么使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来对冲风险，那些都是战术层面的雕虫小技。
在战略面前一文不值。我要给你们的是战略层面的核武器，只有2个字：清理。你需要彻底而果断的清理。你得从那个什么都想留下的收藏家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收割者。这不仅仅关乎你的财富增值，更关乎你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很多人害怕做减法，他们觉得扔掉东西是亏损，拒绝机会是遗憾，疏远朋友是冷漠。这是典型的穷人思维。真正富有且拥有大智慧的人都知道一个秘密：少即是多。只有摆脱了平庸和那些消耗你的虚假事物，只有留下真正珍贵且能为你带来复利的东西，你的生命才有向上生长的空间。接下来，我要教你们如何拿起手术刀，在你的人生中进行3场至关重要的手术。我们必须清理你的投资组合，清理你的人际圈子，还有清理你那无休止的欲望。当你砍掉那些累赘的脂肪，剩下的你就会变得精干强壮，能顶得住任何风暴。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先从最直接也是最让你们头疼的东西开始：你的钱。在50岁之前，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盲目地相信华尔街那些巧舌如簧的推销员兜售的理论。他们告诉你要分散投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听起来很有道理，充满了农夫的智慧，对吧？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分散投资是无知者的保护伞，对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来说，这简直是疯狂。我想请你们打开自己的股票账户看一看，你是不是买了几十只你根本看不懂的科技股？是不是持有5、6只手续费高昂却跑不赢大盘的基金？甚至还跟风买了一点加密货币，外加郊区那套根本租不出去，还要每年缴纳房产税的房子。你觉得自己很安全，因为你分散了。但我告诉你，你这不是在分散风险，你是在分散你的精力，稀释你的回报，并给你的灵魂增加难以承受的负担。到了50岁，你必须明白一个残酷的道理：你的认知带宽是有限的。你没有精力去每天阅读30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你也没精力每天盯着5个不同的交易软件看 K 线图。那些平庸的、没味道的、你根本不了解的资产，就像鞋子里的沙子，它们不会让你立刻破产，但会磨破你的脚，让你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让你在这个复利奔跑的年纪寸步难行。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清仓。你要像修剪一棵老树一样，拿起剪刀，哪怕是亏损也得卖掉。卖掉那些你听了小道消息买入的股票，卖掉那些常年不分红的垃圾股，卖掉那些让你半夜睡不着觉的投机品。修剪完之后，你应该剩下什么？你应该只剩下3到5个篮子。这3到5个篮子必须满足3个非常苛刻的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即使闭着眼睛，不需要看任何分析报告，你也能清晰地画出他们是怎么赚钱的。这叫要在你的能力圈之内。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能力圈边界在哪里，那你就没有能力圈。第二，他们必须拥有坚不可摧的护城河，10年、20年之后，甚至等你孙子长大之后，也没有竞争对手能轻易打败他们。第三，他们能给你提供稳定不断的现金流，他们就像不需要喂草的奶牛，源源不断地为你产奶。这就是我和沃伦·巴菲特一贯坚持的集中投资。如果你看一眼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仓，你会发现我们的投资组合简单的令人发指。苹果公司、美国银行、美国运通、可口可乐，主要就是这些。我们持有这些公司几十年了。我们不需要每天盯着股市，不需要担心美联储是不是要加息，
也不担心明天会不会爆发局部战争，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地球还在转，人们就会喝可乐，就会刷信用卡，就会使用智能手机。如果你把这一生中仅有的几次绝佳机会和一堆垃圾混在一起，那你就不配拥有财富。想象一下，如果你只持有3家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你对他们了如指掌，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当市场大跌熔断，别人因为持有50只股票而手忙脚乱，不知道该割肉哪一只的时候，你只是淡定地看了一眼屏幕，喝了一口手里的可乐，心里想着只要大家还喝糖水，我就没问题。到了50岁，这种确定感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你根本不需要追求那一丁点的超额收益去承担本金永久损失的风险。买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不需要证明你的聪明，只证明了你的赌性。只要守好这几头现金奶牛，让它们慢慢成长，让复利在不受打扰的土壤里疯长，这才是通往财务自由的唯一捷径。所以别再犹豫了，赶紧整理你的账户，开始清理吧。别舍不得扔掉那些平庸的资产，就像平庸的朋友一样，他们只会消耗你的时间，帮不了你什么。说到朋友，这正是我要讲的第2次清理。清理完股票，现在我们要处理更难缠、更微妙的东西，你的人际关系。50岁之前，你可能相信多个朋友多条路，你热衷于参加各种愚蠢的聚会，在酒桌上推杯换盏，交换一堆印着各种头衔的名片。你忍受那些满腹牢骚的蠢货，忍受那些价值观扭曲的人，仅仅是因为你心里那个卑微的声音在说，万一将来用得着他们呢？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虽然这听起来很刺耳，你通讯录里90%的人不仅帮不了你，还是你生命的耗能大户。在物理学中有一种力量叫摩擦力，它阻碍物体的运动，消耗能量。在人际关系中同样存在摩擦力，这种摩擦力就是那些怀疑、猜忌、防备、虚伪和无休止的情绪消耗。你想想看，有些人每次见面都像个情绪黑洞，他们抱怨社会，抱怨配偶，抱怨工作，把你当成情绪垃圾桶，把所有的负能量倾倒在你身上。跟这种人聊1个小时，你整个下午都会觉得精疲力尽，什么正事儿都干不了。还有些人总是想占你便宜，借钱不还，或者理所当然地找你免费帮忙。还有些人，当你成功时，他们嫉妒得眼睛发红；当你失败时，他们会在背地里幸灾乐祸。甚至还有些人，他们也许不是坏人，但仅仅是因为价值观不同，你们说话就像鸡同鸭讲，沟通极其费劲。在人生的前半段，为了所谓的生存和机会，你可能不得不忍受这些，这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但到了50岁，你的时间比钻石还要昂贵，你的精力比黄金还要稀缺，你竟然还拿去喂猪。所以我们需要进行第2次清理，拿起你的手术刀，把那些有毒的人际关系彻底切断。这次清理比卖掉亏损的股票还要难，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们害怕孤独，也怕得罪人。但你必须明白，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非零摩擦的人际关系非。什么是零摩擦？零摩擦就是当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之间没有怀疑，不需要防备，也不需要刻意讨好，你们互相信任，彼此欣赏。做生意的时候，哪怕没有厚厚的法律合同，只靠一个口头承诺，你也确信对方会守信。就算只是坐在一起不说话，也不会感到尴尬。我和沃伦·巴菲特的友谊就是这种关系的典范。
我们认识60多年了，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虽然我们不常住在一起，但我们每次通话都能直奔主题，没有废话。我们知道彼此的底线，了解彼此的性格。这种极度的信任，让我们能够轻松做出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决策，就像喝水一样简单，往往只需要一个眼神，或者电话里的一声，事情就成了。这就是信任带来的极致效率。如果你生活中充满了需要你去提防、去讨好、去忍受的人，那你就是把自己困在了监狱里。50岁以后，请务必做个冷酷的人，试着缩小你的社交圈，远离那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人，把那些只想利用你的人拉黑，把那些和你价值观不合的人请出你的生活。哪怕最后只剩下3-5个朋友也没关系，因为这3-5个朋友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黄金资产。他们会在你生病时真心探望，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在你年老时陪你晒太阳。友谊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当你清除了杂草，真正的友谊之树才能获得足够的养分，长得更高更深。现在你的钱袋子干净了，你的朋友圈也清爽了，你卸下了一大半的负担。但如果你心里还有一样更隐秘、更顽固的东西没清理掉，你依然得不到真正的安宁。那个毒瘤叫欲望，或者更具体一点叫嫉妒。50岁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叫做外部积分牌的系统里。什么是外部积分牌？就是你根据外界的评价、别人的眼光来判断自己的价值。你努力赚钱，不仅是为了生活，更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很成功。你买大房子，是为了让亲戚朋友来参观时发出惊叹。你送孩子去昂贵的名校，是为了在家长会上能挺直腰杆显摆。你的情绪完全被别人左右，别人夸你，你开心；别人批评你或忽视你，你就失落。你就像个被别人操控的提线木偶。这种生活方式在年轻时可能是一种动力，靠虚荣和攀比支撑着你往上爬，虽然可悲，但或许有效。但到了50岁，如果你还拿着外界的分数来衡量自己，那简直是一场灾难。你赚了100万，本来很高兴，结果发现邻居赚了200万，你立刻觉得自己是个穷光蛋。你换了辆奔驰，结果去参加同学会，发现老同学开了辆法拉利，你立刻觉得自己输了。这种比较心态会产生一种剧毒的情绪，就是嫉妒。我常说，嫉妒是所有罪过里最愚蠢的。为什么？你想想看，暴饮暴食至少能让你享受美食的快感，懒惰至少能让你享受休息的惬意，色欲至少能让你享受生理的欢愉。唯独嫉妒，除了痛苦，你什么也得不到。它是一种只有傻瓜才会去犯的罪。对一个50岁的人来说，嫉妒就是致癌物，它会吞噬你的理智，让你在本该守成的年纪去冒险、去赌博，只因为你不甘心。所以第3个清理就是撕掉这个外部的积分牌。你需要建立一个内部积分牌。什么是内部积分牌？就是你对自己的评价基于你自己的标准，你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只关心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是否对得起良心，是否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沃伦·巴菲特就是一个完全活在内部积分牌里的人。他是世界首富，但他吃的是麦当劳，喝的是可乐，住的是1958年买的老房子。他不需要豪车、游艇或私人飞机队来证明自己是巴菲特。如果有人嘲笑他老土、不懂享受生活，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拥有什么，
想要什么。他的满足感来自于对投资智力游戏的破解，来自于每天的阅读和思考，而不是别人的掌声。只有当你不被外界的评价体系绑架时，你才拥有了真正的尊严。50岁以后的幸福，不再是拥有更多，而是需要更少。你会发现，真正的需求其实很少，而且很容易满足。一张舒服的床，一本好书，几个知己，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及不用担心明天的存款，这就是全部的幸福。当你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生活，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你不必为了面子去换那辆新车，因为你知道旧车开着很顺手。你不必凑合着参加那些无聊的聚餐，因为你知道独处的时光更宝贵。你不再是一个在舞台上拼命表演、渴望掌声的演员，你变成了一个坐在观众席上平静欣赏自己生活的智者。这就是欲望的清理，它不会让你变成苦行僧，而是让你摆脱那些虚假的被资本和广告植入的欲望，只留下真实的属于你自己的需求。当你完成了这3次清理，清理了资产，理顺了关系，剔除了虚荣，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你的生活变慢了，甚至变得有点无聊。以前你每天忙得像个陀螺，现在你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每天打开账户，数字变化不大，没有新的热点可追，没有复杂的饭局要应酬。这种无聊对年轻人来说是折磨，但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是天堂的入场券。前提是你得学会享受它。我发现很多中年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而是因为他们受不了无聊。他们总觉得，反正我都50岁了，我应该更有成就感，更忙碌才对。于是他们主动找麻烦，追求刺激。在投资界，兴奋是亏损的开始，而无聊是复利的温床。很多人误解了复利，以为复利只是一个数学公式。不，复利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哲学。复利的核心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打断它。50岁以前，为什么你很难产生复利？因为你太忙乱了。今天买这只股票，明天又卖那只，你打断了财富的复利。今天和这个人社交，明天又和那个人吵架，你打断了关系的复利。今天想学钢琴，明天又想学打高尔夫，你打断了技能的复利。你的精力被切成了无数碎片，散落在风中。所以虽然你很累，但你什么也没积累下来。但现在减法做完后，情况完全变了，因为你只持有3到5只最好的股票，你不需要频繁交易，只要持有10年、20年都不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不去打断它，于是复利开始疯狂发挥作用，你的财富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因为你只和3到5个最靠谱的朋友交往，你们之间的信任不需要重建，每一次见面都是在给深厚的友谊大厦添砖加瓦，因为你摒弃了杂念，你每天只是阅读和思考。这是最简单的2个爱好，但它们能让你每天都在积累智慧。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发现自己对问题的洞察力比年轻时强了不止1倍。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生活越简单，反而越有分量。看看伯克希尔、哈撒韦，那可是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业帝国。但你知道我们总部有多少人吗？只有20几个人，没有庞大的人力资源部，没有公关部，没有法务部，也没有战略规划部。我们把管理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我才不管我们子公司的管理者每天都在干什么，我只做一件事，选对人，然后信任他们。因为简单，所以我们能快速决策。因为简单，我们内部没有摩擦。
我们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怎么赚钱这一件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比那些拥有成千上万分析师的华尔街大投行表现得更好。他们被复杂搞得焦头烂额，而我们却靠简单的力量飞得更高。但是要维持这种简单，你需要一种极其强大的心理素质，那就是耐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守株待兔。当你拥有一家很棒的公司时，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让时间发挥作用，让复利发挥作用。你只需要静静地观察。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非常难，因为市场每天都在诱惑你，它会暴跌，让你害怕；它会飙升，让你贪婪。新闻媒体每天制造焦虑，告诉你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完蛋。你必须培养强大的专注力，才能在整个世界都疯狂的时候保持冷静。你必须明白，无聊不是空虚，无聊是在积蓄力量。就像农民种庄稼，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在漫长的夏天里，他能做什么呢？他不能每天都去把种子挖出来看看发芽了没有，他不能赶苗助长，他只能等待，看阳光照耀，看雨水滋润。这种等待很无聊，但正是这种无聊孕育了丰收。如果你在夏天受不了寂寞，非要去地里折腾，那你到了秋天就会颗粒无收。50岁以后，你就是那个站在田边的老农夫，你人生的上半场已经播下了种子，资产已经积累，能力已经成熟。现在你的任务就是等待，等那些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不用像年轻人一样东奔西跑找新种子，只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这片田地就行。当你学会与无聊共处时，你会发现无聊其实是一种高级状态。这说明你的生活进入了正轨，不再需要大幅调整。在这种无聊中，你可以做些真正滋养心灵的事。你可以读那些一直想读但没时间读的书，可以学一门没用的手艺，或者仅仅是看着夕阳发呆。这些看似无用的事能丰富你的内心，让你的判断更敏锐。所以别再害怕无聊了，拥抱它吧。当你的朋友们还在为蝇头小利焦虑时，你可以安静地坐着，看着你的财富像树一样慢慢稳稳地成长。我们已经聊了如何清理资产、理顺关系、剔除欲望，以及如何享受无聊。但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当你减去了一切杂质，只剩下3到5只股票、3到5个知己，以及一颗清醒的头脑时，你该怎么利用这些呢？很多人到了50岁，会陷入一个叫存在主义危机的陷阱。他们觉得如果不忙碌，自己就没有价值。于是他们去干涉孩子的生活，去对年轻人的工作指手画脚，变成了讨人厌的唠叨鬼。拜托，别这样，那太可悲了。50岁以后，你的人生角色变了，你不再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也不是在那儿指点江山的将军，或者更准确地说，你应该成为一座灯塔。我现在99岁了，身体像台生锈的机器，但我还在接受采访，还在写书，还在参加股东大会，是为了赚更多钱吗？当然不是。我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我有责任把这些经过一辈子验证的普世智慧和常识传递下去。现在的世界比我们那个时代复杂太多了。年轻人面对着社交媒体的喧嚣，高昂的房价，无处不在的消费陷阱，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迷茫。作为长辈，你最大的财富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而是你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教训。你需要把理性和常识传递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变成一个说教者。现在的年轻人最讨厌的就是说教，
灯塔从来不会到处乱跑，也不会大声嚷嚷往我这儿看。灯塔只是静静地矗立在海边，发出稳定的光芒。需要光的人在黑暗中自然会看到它，并向它靠拢。这就是你该做的。当家里的年轻人因为股市崩盘而恐慌时，你不要嘲笑他，而是用你的淡定告诉他，这很正常。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当朋友因为攀比而焦虑时，你用你的简朴生活告诉他，那些物质并不重要。当孩子面临职业选择的困惑时，你用你的反向思考帮他分析利弊。你不需要用钱去控制下一代，那是最愚蠢的做法。我见过很多富人留给孩子数十亿美元，却没有留下智慧，结果钱反而成了诅咒，毁了孩子的一生，让他们变成了只会挥霍的废人。我也见过一些普通父母，没留多少钱给孩子，但教会了他们诚实、耐心、勤俭和理性。这些孩子后来都成了社会的栋梁，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过了50岁，你不仅要投资股票，还要投资下一代的头脑，这需要很高的智慧。你得克制自己好为人师的冲动，学会收敛，学会闭嘴，只在关键时刻说一句有分量的话。你付出的不是钱，而是确定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一个情绪稳定、经济宽裕、思想深邃的长者，就是整个家族的定海神针。当你做到这一点时，你会发现人际关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你以前总是求别人帮忙，现在别人却渴望听你的意见。你以前害怕被社会抛弃，现在社会却把你视为珍宝。这才是真正的尊严。不需要大声喧哗，不需要虚张声势，这种尊严来自于你对自己生活的绝对掌控，来自于你对他人的正向影响。最后，我想跟你谈谈结局。当你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减法革命，你会过上怎样的生活？现在你已经整理好一切，资产安全，关系真诚，欲望适度，内心平静。你可能会问我，查理，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太孤单？我告诉你，这不叫孤单，这叫高级的自由。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明白，人生最奢侈的东西，不是私人飞机，也不是海边别墅，而是你能对自己说，我没有什么事是我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这才是我们追求减法和复利的终极目标。我们努力一生，不是为了死后成为墓地里最富有的人，而是为了活着的每一天都拥有不被他人左右的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你对自己生活的绝对主权。你不需要对不喜欢的人假笑敷衍，因为你不需要他们。你不需要为了名利在这个世界上装腔作势，因为你已经看透了那一套。你也不必为了年轻时的错误而在晚年疲于奔命，因为你已经筑好了坚固的护城河。你可以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读一本好书，喝一杯茶，看窗外落叶飘零。在那一刻，没有恐惧，没有焦虑，没有遗憾。你拥有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这种宁静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是你用一生的智慧换来的回报。50岁以后，你的身体会老去，记忆会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就像热力学第2定律一样，没人能改变，但你的灵魂可以逆流而上。通过不断地做减法，你过滤掉世俗的杂质，变得越来越纯净透明，越来越像真正的智者。你会发现幸福变得很简单。年轻时，幸福来源于得到更多的钱，更高的职位，别人的赞赏。年老时，幸福来自于放下，放下虚荣，放下攀比，放下对未知的恐惧。
当你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伟大时，你就是最强大的。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我只是个喜欢读书、思考、坚持尝试的老头。但我对自己的人生很满足，因为我没有被这个疯狂的世界改变。我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一直保持理智，一直守护自己的灵魂。希望当你99岁的时候，回头看看你的人生，你也能有同样的感受。别等到80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才开始后悔，后悔自己一辈子都在忙碌和焦虑中度过。别等到生命快走到尽头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为自己而活，一直在演给别人看。从50岁开始，甚至从今天起，拿起你的手术刀，砍掉那些多余的枝枝叶叶，筑起你的护城河，保护你的核心资产，点亮你的灯塔，照亮你自己，也照亮你身边的人。这不仅是投资的智慧，更是生存的艺术。50岁不是下坡路的开始，而是登顶最后一段路的起点。只要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你就会发现山顶的风景比你想象的更美，那里的空气特别自由。我是查理芒格，谢谢你们听我这老头唠叨，希望我的这些建议能陪你走过人生的下半场。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再见，祝你们晚年安宁富足。